中国彻底解禁稀土，只换来了允许子女去美国留学，美中贸易谈判终于演变成中国权贵家庭的移民项目。2025年6月11日，伦敦，中美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在金融之都落幕。表面是国家间的较量，本质却像极了一场交易所外的私下协商，一方索取资源与屈服，另一方用下一代的人生来换妥协。就在北京时间当天下午，美方率先公布了谈判成果。中国将预先供应所有稀土与关键磁铁材料，且为优先供应。美方不取消任何原有关税，总计维持 55%。中方仅对美方征收 10%。美方将允许中国留学生继续申请美国高等教育。是的，关税没降，技术壁垒没破，连芯片禁令都没松动。中国只换到了留学生签证的恢复。曾被高喊的对等谈判，现在沦为送资源、求留学。中国外交系统对此次谈判用词出现了微妙变化，从过去惯用的坦诚建设性、实质性成果，变成了专业、理性、深入、坦诚这类毫无实质内容的形容词堆砌。而新华社与央视的相关报道也避免使用任何协议达成的表述，仅仅成为框架性原则共识。对比川普的 Truth Social 账号内容，却是另一番光景。第一条 post 直接点明中国承诺稀土立即供应，美国将优先处理中国留学生问题。第二条发文补充，美方总关税为 55%， 中国仅为 10%。中国领导人还承诺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。1个小时内2次发文，美方掌握全部话语权，而中方则在沉默中默认接受。背后逻辑清晰到残酷的资源换门票，国家换通道。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24年年报，中国掌握全球约 70% 的稀土产能，其中用于高性能磁铁制造的重稀土更是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88%。这类资源关系到 F-35 战斗机、特斯拉电机、iPhone 震动马达等关键工业命脉。而就在谈判前的6月初，中国国家发改委还在强调对稀土严格出口配额管理，限制战略资源外流。但短短10天内，政策180度转弯，直接优先供应美国。这种快速让步几乎已经不能被称为谈判，更像是早已安排好的剧本。更令人错愕的是，中方此次并未就人工智能、芯片、量子通信等核心议题提出实质性抗议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谈判期间，美方明确拒绝放宽对华 AI 芯片出口禁令，而中国代表团并未提出反制。彭博社甚至报道称，此次中方代表的主要关切点之一是恢复中美教育通道。这也解释了为何留学生签证成了唯一获得实质交换的项目。这不是外交，这是家长会。留学生身份成了中国精英层的最后救生艇。2023年底，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中心发布数据显示，中国高净值家庭中有 80% 计划在5年内实现子女海外教育。2024年，中国赴美留学人数突破36万人，连续第14年位列全球第一。而其中超过一半的家庭来自体制内背景或高净值家庭。此次伦敦会谈不是为了国家博弈，而是为了延续既得阶层对资源、护照、身份与教育体系的独占，而代价则是中国资源、关税地位、谈判空间。连最忠实的自媒体粉红们都找不到一丝胜利的证据。关税没降，科技禁令不松动，光刻机照样不让卖，台海军售继续进行，连所谓的352项反制诉求都被美方原则性搁置。外交部发言人面对是否达成协议一问，只能尴尬回应，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。这就是中国所谓的战略大国外交成果，留给民众的
只有一个幻想：中美关系稳定了。但事实是，中国付出最多，换到最少。川普坐在白宫，用2条 social post 就把整个谈判定了性，赢的是美国。伦敦是北京又一次外交全输的纪念碑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自2018年贸易战开打以来，中国已经在一轮轮谈判中不断做出让步，甚至开始主动放弃筹码。而这一次，稀土，中国最后的战略资源之一，也被轻描淡写地交出。这背后是什么样的绝望？公开数据显示，中国在2024年稀土出口量为47000吨，较2023年增长13%，而其中出口至美国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48%。这意味着中国每出口2吨稀土，就有1吨流向美国，用于制造战机、导弹、超导材料和芯片系统。更吊诡的是，中国国内对于稀土的提炼与加工污染严重，成本高昂。江西、内蒙古等地的稀土采矿村地下水遭严重破坏，癌症发病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央视在2022年曾披露，内蒙古白云鄂博的居民区附近，地下水中砷含量超标5倍，村民不敢喝自家井水。然而，污染自己，补贴美军工业，这场交换何其讽刺！而高喊经济强国的中国，正在遭遇另一场更为隐蔽的围堵。2025年 Q1， 中国出口同比下降 7.8%， 对美出口更是腰斩，降幅高达 34%。而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则连续缩小，2025年3月创下5年来新低。谁在赢？谁在输？数据已经说明一切。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中国的让步甚至还不被承认。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写得非常直白，中方承诺预先供应稀土，美国保留 55% 关税，中国愿意开放市场。而中方外交部却只能尴尬回应，有关消息需要由2国元首核实确认。简单翻译一下，被动接受，无法否认。也正因如此，新华社的报道刻意回避所有数字，不提稀土，不提关税，不提科技禁令，甚至连协议2个字都尽量避而不谈，改用原则上框架共识这一说法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官媒却在大谈中美关系出现积极转机，构建双边合作新平台，宛如自说自话。真正值得注意的是，北京为何急于交出稀土？背后是对经济崩塌的深刻焦虑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降至 67.4%， 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。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连续4个月低于荣枯线，国内消费疲软，出口受阻，青年失业率重新回到 21% 以上。稀土、光伏、锂电是中国为数不多的3大出口杠杆，其中稀土作为军工命脉，更是少数能与美谈判时拍桌子的资源，如今也没了。更离谱的是，中方还试图用光伏交换美方的技术出口。根据日经新闻2025年5月的一篇报道，中国曾在谈判前内部拟定的草案中提出，若美方解除对华芯片禁令，中方将有条件放松对多晶硅、光伏组件的出口限制，但该草案被美方直接否决。换句话说，美国不需要。在全球脱钩趋势下，光伏过剩、电动车滞销、外贸退潮，中国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陷入产能黑洞。而中南海依然用旧时代的牌局应对新冷战，高调谈判，低头认输。稀土送出，芯片没拿，留学生放行，军售照旧，甚至连台海都未在谈判桌上被触及。根据《金融时报》消息，美国国防部已经批准2025年 Q3 开始对台出售 F-16V 升级组件及战术数据链系统，
总价值高达27亿美元。该协议在中美伦敦谈判并未遭到中方反对，这意味着在北京高层眼中，稀土的战略价值不如一纸留学签证，台海问题也不足以阻止他们继续谈判。他们并不关心输赢，只关心能否继续过自己的生活。而真正遭殃的是14亿普通民众，失业潮、降薪潮、内卷加剧。2025年 Q1，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仅增长 2.1%， 而 CPI 却出现罕见结构性通缩加生活类通胀并存现象，猪肉价格下跌，住房租金上涨，鸡蛋、蔬菜价格飙升，民生不稳，青年不敢结婚，中产阶层濒临瓦解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北京却用战略资源换一张美国大学的入场券，继续维系自己的特权阶层通道。而另一边，美国得到了什么？稀土、低价商品、科技脱钩、金融红利、教育输血，以及一个再也无法威胁它的中国。这就是现实。伦敦的阳光很好，白金汉宫的卫兵换岗如常，金融城的资本家照例在午餐时间举杯。而在另一边的谈判厅里，中国人交出了稀土，只为了自己的孩子还能去那边读个大学，顺利拿张绿卡。谈判桌上的不是国家，是血统。谁掌握未来，不在于谁签署协议，而是谁控制定义权。而这场伦敦谈判，中国用尽最后的资源，证明了一件事：真正的失败是不敢承认自己已经输了。